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专做趋势盘，只赚轻松钱的频道。说到护国神山，很多人第一时间的直觉反应可能是台积电。台积电确实带着台股走出了许多奇迹，包含最近台指破2万，台股总市值站上全球股票市场前10大。台积电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绝对是功不可没。但在台积电能安心冲锋陷阵的背后，中央银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强大后盾。除了要取得国际间的竞争力，更要兼顾台湾本身的民生物价，这样如同走钢索一般，总需要维持微妙平衡的角色。就是另一个可被称为护国神山的单位——中央银行。在政坛更迭的情况下，我们很少会对特定公务员有深刻的印象，但从小到大，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彭淮南的名号吧？这个史上任期最长，总共当了20年的央行总裁。美国全球金融杂志每年都会做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总裁评比，彭淮南就是拿下最多 A 级，也是唯一连续13年被评为 A 级，因此加上早期获得的一次，被称为14A 总裁，被视为台湾经济稳定的支柱，从历经4任总统就能略知一二。央行的政策延续性是超越蓝绿的共识。他提出了柳树理论，柳树在台风来就动，台风过去就停止。所以当热钱进来时，假如要守一个固定汇率，会被打到头破血流。在外资丢钱的时候，不能够去守一个价位，当他丢完时，就像风静了，柳树就停止，风来就动，风停就恢复到原来水准。各国央行都需要对利率巧妙的拿捏，才能让该国的经济度过各种风风雨雨。当然，今天也不是要评论台湾的货币政策或是彭淮南的功与过。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之后可以专门制作一期内容来讲解。主要是想点出，央行总裁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追捧，就是因为他对于整体经济环境有很大的相关作用。一旦谈论到总体经济，我们不可能忽略央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升息降息就是央行最常使用的武器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升息、降息带来的意义有哪些。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哪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更别提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别人，而是身为世界霸权的美国爸爸。我常常说，要玩好台指期，白天日盘要看加权，夜盘要看美股。而韩股、日股、恒生、沪深这些影响力不痛不痒的指数，你就不要拿进来瞎搅和。至于玩外汇、做海外指数的朋友们，美国联准会的一举一动都跟你的赚赔有直接关联。难道你不需要搞懂他们在干啥吗？在开始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小铃铛，也不要忘记看看资讯栏的连结，好东西都藏在里面了，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们。试着想象有一个名为卡加布列岛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和企业都依靠中央银行来设定借贷的利率以及存款的利息。利率影响了人们和企业跟银行借钱时的成本，成本高低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在一段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后，中央银行注意到市场上的物价开始上涨，这是因为有太多的钱在追逐较少的商品和服务。为了防止这种通货膨胀过热，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利率，也就是所谓的升息。这个举动意味着借贷变得更昂贵，自然会减少民众和企业的借款意愿。同时把钱存在银行里，把钱存在银行风险低，且能拿到的利息变多了，低风险的利润提高，人们自然会想把消费或投资用的钱改成拿去存款。市场上流通的资金减少了，就能够减少消费和投资，达到冷却经济的效果。相反的，当经济成长开始放缓，消费和投资下降时，中央银行可能会选择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会降低借贷的成本以及存款的利息，这时候人们又不想存钱了，只想借钱出来好好挥霍拼一把，刺激消费和企业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活络。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观念，银行最基本的运作模式是接受存款并提供贷款。银行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是银行的成本之一，而从贷款和其他投资中赚取的利息是银行的收入。当利率上升时，银行之间借钱的成本增加了，这部分成本往往会以某种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比如提高贷款利率，这样做才能帮助银行维持利润。
所以，控制利率并不是直接控制银行提供给大家的利息，而是借由控制银行对央行、银行对银行间的利率，来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该国货币的价值。当一国的利息较高时，通常会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提高本国货币价值，而降息则可能导致资本外流，货币价值下跌。因此，你最常听到在谈论升降息的，应该就是你的银行理专了。为了卖你美元保单跟美元债券，还没降息就一直说一定会降息，早点买才能锁住高利。如果前面讲的你现在已经忘记了没关系，我直接帮大家划重点，记不起来就多看几次或写在你的书桌上。升息等于消费降低，投资减少，经济冷却，通货膨胀控制是紧缩政策；降息等于消费增加，投资提升，经济活跃，促进增长是宽松政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央银行透过升息来冷却过热的经济，透过降息来刺激低迷的经济。而台湾的新闻、媒体、名嘴、分析师、资深投资人等等，已经预测了1年半，一直说美联储下次会议就会降息。为什么1年半过去了，连一只马都没降到？所谓的下次会降息，到底要下几次才会实现？只要坚定信念的喊狼来了，迟早有一天狼就会来，是吗？如果你看过我2022年发过的这部美元直播影片，应该就不会随波逐流了。肯定很清楚，我再三的强调，绝对不会降息。即使到2024年第2季，我一样认为不会降。逻辑很简单，刚说到通常降息是用在促进经济活跃增长的情况下使用，那也表示通常都是景气转弱时才会大幅降息。但是依照美联储的会议发表，他们是认为就业仍然良好，市场上的钱仍然过多，消费跟投资行为仍然过热，通膨仍高于水平。那为什么要持续猜测它会降息？不要单纯以为升息到顶之后就会立刻降息，谁规定一定要立刻？升息跟降息都有逻辑的，理解后就很好预判，不要一股脑的听别人喊你就信了。想拥有完整的赚钱思考逻辑，先把我的频道追踪起来吧。前面说到，利率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中央银行这样的角色手里。中央银行跟一般我们会接触到的银行不同，美国的中央银行在1913年由威尔逊总统建立，全名是联邦准备理事会，我们又称它为 Fed 联准会或者美联储。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发行货币以及货币相关政策，并监督国内的金融机构。联准会下辖的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FOMC 会根据状况去调整联邦基金利率 Federal Fund Rate， 也就是所谓的升降息。前面有说过，中央银行调整的会是银行对央行、银行对银行间的利率。在讨论货币存储和银行操作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人们和机构往往不会将大量现金直接留在手边。当我们手上有大量现金时，通常会选择将这些资金存入银行中，寻求安全保管及可能的利息收益。同理，一般银行持有大额现金时，他们也会进一步将这些资金存入更高级别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联邦中央银行，而这部分资金被称作联邦基金。当联邦基金利率上升时，意味着银行存放于联邦中央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加。为了维持或增加盈利，银行便会提高向企业和个人提供的贷款利率。这样一来，使得借款成本上升，企业的扩张或创新计划可能因资金成本过高而受阻，家庭也可能会减少购买或投资。综合作用下，可能会导致经济成长速度放缓，反之亦然。背负着调节国内经济品质的责任，在过去30年间，联准会有几次比较大幅度的利率调整，包含了2001年因互联网泡沫以及911事件等开启的降息措施，让利率维持在 2% 以下。2008年金融海啸也同样透过降息以及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维持近零的状态，直到2015年才开始逐渐升息。当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又再度将利率下修至近零。随着疫情趋缓，经济复苏，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形，从2022年开始升息，直至利率来到 5.25% 至 5.5%。 为了避免长时间处于高利率状态会造成经济衰退，美国终究无法避免迎来降息的那天。但为何联准会一再推迟呢？
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这段期间即使一再升息，美国经济却还是十分强劲。不管从哪个指数来看，都是一再创新高，俨然走进牛市。原因主要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有所变化。现在约一半的标普500指数是由那些对利率变化不太敏感的轻资产公司组成，像是科技股和医疗保健公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联准会大幅度升息的情况下，美国经济仍能保持强劲成长。但这也代表了通膨率依旧高居不下，企业将利率升高所带来的借贷成本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依旧维持在 3% 以上，未能达到联准会目标的 2%。 如果看 CPI 还不够，也可以在美元指数得到类似的答案。其实看美元的走势就可以很明显看出美元没有要转弱的意思。升息会让美元变强，因为在世界各地泛滥的美元稍微紧缩，原本泛滥的状况就代表供应很多，供应多的东西价格就会跌，因此升息是在降低这个泛滥程度。货币泛滥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同样的1块钱变得没有1块的价值。明明所有证据都在告诉你不会降息，为啥消息公布之前各种谣言还是满天飞？联准会说的一直都很保守，顶多就是倾向不升息，但为了提高市场热度，主力当然要大肆炒作。1月的期货交易还一度有高达 75% 认为3月就会降息。还有这阵子的美债，说多好卖就有多好卖。人有时候就是只会听自己想听的，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有时候你明知道是低点垫高的多头走势，但是一旦想买空单的念头产生，就会有各种理由说服自己相信会由多转空，即使奇迹过去从来没有发生。以最近不断创新高的台股来说，我运用超直觉软体看盘，强弱一目了然，看到盘正在强就不会想做空。巴菲特也说过，大钱藏在趋势中，顺势而为就好了。我不需要整天盯盘，我也没在关心财务报表，更别说财经新闻等等。新闻媒体的报道跟解读对我来说都是杂讯，容易频繁地影响投资人的情绪跟判断。今天看到好消息，心情很好，隔天就出现坏消息，后天又是好消息，到底相信哪一个？不如专注在盘面， K 线图跟筹码给的讯息最直接。所以如果你希望也能用彩色 K 线来借力使力，不再错过任何大波段的机会，只要你是我 YouTube 频道的追踪者，我们就是有一面之缘的情分在，送你一个见面礼。在描述栏的第一个连结免费试用超直觉软体，若想解锁进阶功能，那可以参加现在的优惠活动，1+1轻松学礼包。鲍尔之前有说他要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我预估基本到第3季，因为一旦降息，市场会认为是货币宽松，货币宽松就是市场钱会变多的意思，大家会解读为好消息，市场钱又变更多，通膨反扑的几率跟程度依然非常危险。高利率对美元来说就是持续走强的讯号，而美股也延续前面说的，没有受到打击，基本上盘面还是走一个上行趋势。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债市、房市，两者既是全球资产市值排名前2名，也是在高利率时代下比较脆弱的一环。房市比较好理解，当房贷利率变高，买房需求自然会减少，需求量下降也会带着价格一起降低。债市则是因为新的债券利率较高，比较有价值，因此原本已经发行的债券就不再具备吸引力，而价格下滑。首先，房价已经实质下跌，加上家庭债务的压力也持续维持在高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房贷泡沫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步提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2023年3月，美国的区域性银行矽谷银行因为储备的现金不足以因应用户的提款需求，只好卖出由美国公债和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 MBS 组成的可销售证券 AFS 来换成现金。但因为时值联准会的一系列升息操作里，如前面所说，债券的价格下跌，一旦变卖就会造成不少的跌价损失。矽谷银行的消息很快在社群媒体上发酵，进而造成用户的挤兑，矽谷银行更加无法负荷，只能宣布破产。矽谷银行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引发其他银行的存款挤兑，特别是那些存款超过保险上限的客户。因为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规定，
每个存户在每家联邦保险银行的保险上限为25万美元。连带着，其他银行也开始传出倒闭跟财务危机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事件跟当年金融风暴的起头有87%相似，所以大型银行跟联准会迅速有了动作。摩根大通收购了一间财务危机的银行，而联准会则推出了银行定期融资计划，简称 BTFP。 这个计划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以美国公债等高品质资产为抵押，获得最长达1年的贷款。 BTFP 这个应变措施一时挡住了可能的倒闭浪潮，但毕竟只设定要维持1年，在联准会会议前的3月初就已经到期。如今联准会又公布要维持高利率，你们认为那些银行在1年内就解决财务危机了吗？虽然大型银行受到的监管跟资产配置相对安全许多，但中小型银行的危机最直接影响到就是一般人，而且还是本来就饱受贫富差距折磨的普罗大众。联准会暂时维持高利率，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不是我们散户可以控制的事。你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当危机来临时，你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吗？当机会来临时，你能够好好把握，抓紧行情上车吗？我们专门做波段交易，最会看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这种大波，不对，就是这种大行情，让你可以无脑又安心，都已经提前布局好了。我们只关心一趟长期旅程回国后账上获利是不是要落袋而已，不需要每天都去管它今天是往上还往下跑。如果你没有遇到擅长玩大波段的参考对象，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一个连结报名我的波段教学优惠活动，1+1轻松学礼包，软体试用是免费的。如果今天的影片有任何一个观念可以帮助到你，要我继续剪片剪个3天3夜也值得了。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